不是手里有重兵的将军，不是朝堂上声望最高的权臣，也不是哪个在边疆立下大功的统帅，而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这个弟弟没有公开造反，没有带兵冲进皇宫，也没有举旗说要夺位，可雍正登基以后，还是花了整整4年时间，先封他为王，再让他办事，然后一点点拆掉他身边的人，最后把他从宗室里除名，关进牢里，甚至连名字都给他改了。他原本叫胤祀，后来为了避讳改叫允祀，他就是人们常说的八阿哥、八爷。这里是老高听书，我是老高。如果您喜欢这种不只讲皇宫热闹，也愿意慢慢看懂权力和人心的历史故事，欢迎订阅老高听书，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您从哪里来。今晚老高就陪您慢慢讲一讲，这位曾经被无数人看好的皇子，为什么最后会落到那样的结局？雍正到底怕他什么？一个已经在皇位竞争中输掉的人，为什么还能让新皇帝多年睡不安稳？很多电视剧里把八阿哥写成很会算计的人，有的版本里他阴沉狠辣，喜欢在背后布局，有的版本里他很温和，很会收买人心。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来源，可如果把这些当成全部，那就太简单了。历史上的允祀确实参加了康熙晚年的皇位竞争，他也确实有很多兄弟和大臣支持，他不是完全没有野心。一个皇子走到那个位置，不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可是他后来被雍正列出的很多罪名，也不能全部照单全收，因为那是雍正朝廷在清算政治对手时写下的罪状。在皇权斗争里，胜利的人往往只剩下别人替他写的结论，失败的人连解释的机会都可能没有了。所以今晚老高不想把允祀说成完美好人，也不想把他讲成天生坏人，我们只想慢慢看一看，他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又为什么这种喜欢最后反而变成他最危险的东西。允祀出生在康熙20年，也就是1681年，他是康熙皇帝的第8个儿子。他的父亲是当时天下最有权力的人，按道理说，皇子一出生已经比天下绝大多数人幸运，有住处，有老师，有仆人，有身份，有别人一辈子争不到的富贵。可是皇子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有人母亲出身很显赫，外祖家有势力，有人从小就被父亲特别看重，有人排在前面，有人有很强的母家支持。允祀在这些方面并不算最有优势。他的母亲魏氏后来被封为良妃，可他早年的家世背景不算显赫。在清朝皇室里，母亲的出身和家族力量往往会影响一个皇子的地位。老高这里要说的稳一点，民间常把允祀母亲讲成很低微的出身，甚至用很难听的说法。这类说法流传很广，但历史情况比一句话复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和一些母家势力强大的皇子相比，允祀的母族条件确实比较弱。所以允祀从小就明白一件事，他不能只靠出身，他得靠自己。有些人天生站得高，说一句话别人就愿意听；有些人站得没那么高，就必须更会说话，更会看人，更懂礼数，更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允祀后来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待人宽和，很有礼貌，也善于和人相处。在皇子里面，他不是最早出生的，不是母家最强的，也不是一开始就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可他慢慢让许多人愿意接近他，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能力。一个人有本事，不一定有人喜欢；一个人有地位，也不一定有人愿意靠近。可允祀不一样，他让很多人觉得这位八阿哥好说话，懂人情，也能体谅别人。今天的人讲这个，可能会说他很有亲和力。在古代皇室里，这种本事特别重要，因为皇子
不是只靠读书和骑马就能走到前面，他还要让宗室觉得他可靠，让大臣觉得他可以合作，让身边人觉得跟着他不会吃亏。允嗣慢慢有了名声，后世常把他叫做八贤王。不过要说明白，八贤王不是康熙正式给他的封号，这是后来民间和文学作品里带着赞美意味的叫法。但这个称呼能流传下来，也说明大家对他的印象确实不错。他给人的感觉是稳，不轻易发火，不随便摆架子，懂得照顾关系，知道怎样说话让人舒服。可是，在皇宫里，有时候太会做人，也不全是好事。普通人家里，大家都喜欢会做人的孩子，会说话长辈喜欢，会照顾人亲戚喜欢，懂礼貌邻居喜欢。可皇宫不是普通人家，皇宫里最怕的就是一个皇子太得人心。因为一个皇子如果只是聪明，皇帝未必会害怕；一个皇子如果只是能干，皇帝也未必会害怕。可一个皇子如果让很多大臣都觉得他比别人更适合当皇帝，事情就变了。康熙晚年，皇位继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康熙的太子是胤宠，胤宠从小就被立为太子，康熙对他投入了很多心血，皇帝亲自培养太子，希望他将来接班。可太子长大以后，和康熙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太子身边也有自己的势力。康熙一方面希望太子有能力，一方面又会担心太子太早形成自己的力量。父亲和儿子之间慢慢有了猜疑，这不是普通家庭里父子闹意见，他们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未来皇帝，两个人之间的每一次不信任，都会牵动整个朝廷。康熙47年，太子胤禩第一次被废，这件事震动很大，因为太子被废，等于所有皇子忽然看见了一个机会。原来那个最早被选定的人也可能失去位置，那么谁能接上？谁又能成为新的太子？这时，许多人的目光落在允嗣身上。允嗣平日名声不错，他有亲兄弟支持，也有不少大臣觉得他有机会。于是朝廷里开始有人推举允嗣，有的人是真心觉得他适合，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下注，有的人是因为不喜欢别的皇子，还有的人也许只是觉得允嗣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容易打交道。可这些支持在允嗣看来未必完全是好事，在皇帝看来更可能是危险信号。皇位是皇帝的家事，至少在皇帝心里应该是这样。谁当太子应该由皇帝决定，而不是由大臣们聚在一起讨论谁比较有人气，谁比较适合。如果大臣可以推举一个皇子，那么将来大臣是不是也可以决定废掉一个皇帝？这就是康熙最不能接受的地方。所以允嗣的人员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味，本来是优点，突然成了结党的证据；本来是许多人支持，突然成了皇帝眼里的威胁。康熙对允嗣的态度也慢慢转冷。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既然允嗣那么有人望，康熙为什么不选他？原因不是一句母亲出身低就能讲完，也不是一句康熙偏心就能讲完。真正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层。第一层，允嗣的支持者太活跃，大臣公开或半公开的推举皇子，会让康熙觉得自己的权威被触碰了。第二层，康熙看皇位继承，不只看谁人缘好，皇帝会看性格，看办事能力，看母家，看政治平衡，也看谁能让天下稳定。第三层，允嗣身边聚集的人太多，一个未来太子需要有人支持，但一个还没被皇帝选中的皇子，如果已经有很多人围着他，就会让皇帝觉得不安全。第四层，康熙晚年的猜疑越来越重。一个做了60多年皇帝的人，对权力特别敏感。他看每个儿子，不只是看儿子，还会看他们身后站着谁。
看他们会不会结党，看他们会不会影响朝局，看他们会不会让皇帝失去控制。允嗣可能没有想到，他越受欢迎，越不容易得到最后的位置。这就是皇位竞争最残酷的地方。普通人选一个负责人，可能会看大家喜不喜欢，可皇位不是投票，皇帝不会因为大臣喜欢谁就一定选谁。有时候大臣越喜欢一个人，皇帝越不愿选，因为皇帝最怕的不是继承人没有支持，而是继承人还没上位，就已经有了另一个中心。康熙后来对允嗣说过许多重话，这些话里有情绪，也有警告。从那以后，允嗣争夺皇位的路已经越来越难。可允嗣不是一个人，他身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兄弟，9阿哥允妃，10阿哥允，还有其他和他走得近的人。后世把这批围绕允嗣的人叫做八爷党。这个名字大家很熟，但老高还是要提醒一句，八爷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他们没有公开党纲，没有固定办公室，也没有像现代组织一样清清楚楚的名单，它更像一个以允嗣为中心，由皇子、宗室、大臣和亲近者组成的关系圈。这些人不一定每天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夺位，可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会互相支持，会互相传话，会站在同一个方向。而在皇权社会里，只要有人形成稳定的关系网，就足够让皇帝警觉。允嗣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是9阿哥允妃。允妃很有钱，也很会经营，她和允嗣关系很近。10阿哥允也常常被看作允嗣身边的人。允的母亲出身很高，所以他的身份也不低。这些兄弟站在一起，本身就很有力量。因为皇子不是普通大臣，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府邸，有人手，有亲属，有门路。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康熙的儿子。如果一群皇子在同一个方向上，就算没有兵，也会让朝廷里的人多想几层。允嗣像一张网，他不是靠一把刀让人害怕，他是靠关系让人不能忽视。很多人看电视剧时会觉得最可怕的人一定是阴沉不说话，暗地里下毒手的人。其实在权力场里，最让人不安的常常不是那个最凶的人，而是那个谁都愿意和他说话的人。因为他不需要大声命令，只要他在，别人就会靠过去。只要他点头，有人就会猜他的意思。只要他不高兴，可能就有人愿意替他出头。这种影响力平时看不见，可一到关键时候就会浮出来。允嗣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太像一个可以聚拢人心的人，可他最后输在哪里？他输在最后决定皇位的人，不是群臣，不是兄弟，也不是天下百姓，是康熙皇帝。康熙晚年经历了太子两废两立，朝廷被皇位继承问题搅得很乱。康熙最后没有公开指定允嗣，也没有让允嗣成为太子。雍正继位以后，关于康熙到底为什么选择胤禛，后世一直有很多讨论。有人说康熙看重胤禛做事认真，有人说康熙看重胤禛的儿子弘历，有人说康熙想在几个皇子之间找一个能维持平衡的人，也有人把事情讲得很神秘，说遗诏被改了，但这些说法很多都没有可靠证据。我们能确定的是，康熙去世后，胤禛继位，成为雍正皇帝。从这一刻开始，允嗣的人生彻底变了。过去他是康熙很有希望的儿子之一，现在他是新皇帝最不放心的亲弟弟。很多人会问，雍正既然已经当了皇帝，为什么不马上处理允嗣？为什么还等了4年？这才是这段历史最值得慢慢看的地方。雍正刚即位时，皇位还没有完全坐稳，康熙当了60多年皇帝，朝廷里许多大臣、宗室和地方官习惯的是康熙的方式，
雍正忽然上来要推行新办法，要整顿吏治，要追查亏空，要处理积弊。很多人本来就不舒服，这时候如果雍正一上来就杀兄弟，清算所有不同意见的人，朝廷会怎么想？大家会不会觉得新皇帝太狠？会不会觉得他是在报私仇？会不会有人因为害怕，反而更愿意靠向允祀？所以雍正不能急。真正坐在高位的人往往知道一件事，该出手的时候不能只看自己有多生气，还要看别人能不能接受。雍正对允祀的第一步不是重罚，反而是重用他，封允祀为联亲王，让允祀参与政务，还让他管理一些重要事务。表面看这是兄弟和睦，好像雍正没有因为过去争过皇位就对八弟有成见，对外看也能显示新皇帝宽厚，对内看却有另一层意思，把最不放心的人放在眼前，让他忙于事务，让他不能随意活动，让所有和他来往的人都在朝廷眼皮底下。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控制方式。如果雍正一开始把允祀赶到很远的地方，允祀反而可能有更多时间和空间继续维系自己的关系，可让他留在京城，留在政务中，他的一举一动都更容易被看见。他做得好功劳还是皇帝的，他做不好责任也更容易落到他头上。而且雍正还能借着用人的名义慢慢改变允祀周围的环境，这种做法不像突然拿刀，更像慢慢收网。很多人年轻时不懂，觉得有矛盾就要马上说开，觉得不喜欢一个人就应该马上翻脸。可走过一些路以后会知道，有些事不能急，尤其当对方背后还有很多人时，你一急别人就会抱团，你先稳住，先让关系松开，等到对方身边没有人了再处理，代价就小得多。雍正对允祀大概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刚登位，不能让允祀变成一个被大家同情的受害者。允祀原来就很有人缘，如果雍正马上重罚他，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八阿哥太冤，这对新皇帝不利。所以雍正先给他位置，先给他体面，然后再看他身边的人先处理谁，不是先处理最核心的人，而是先拆外围。允祀的弟弟允妃后来被调离京城，到西北一带办事，表面上是派去做事，实际上是让他离开京城这个政治中心。一个人在京城，身边的人多，消息快，关系也容易维持。一旦去了远处，很多事就不方便了。十阿哥允后来也被告发和圈禁，其他和允祀走得近的人，也有人被调查，有人被调动，有人被削弱。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点一点的。雍正要做的不只是打击允祀，他要做的是让允祀从一个有很多人支持的亲王，变成一个身边越来越安静的人。一个人真正可怕的时候，不是他站在那里多威风，而是他身边还有多少人。如果身边的人还愿意替他说话，还愿意和他来往，还愿意相信他会有翻身的一天，那他就还没有真正输。可如果身边的人开始躲开，开始不敢见他，开始怕被牵连，开始觉得跟着他没有未来，那么再大的名声也会慢慢散掉。雍正等了4年，这4年里，他不只是盯着允祀，他也在稳住自己的皇位。他整顿官场，处理财政，推行一些新的措施，把自己的命令一点一点送到全国各地。新皇帝最重要的事儿，不是让别人喜欢自己，而是让所有人知道谁说了算。雍正很清楚，允祀之所以危险，不一定因为他明天就能抢走皇位，而是因为他代表着另一种可能。很多人曾经支持他，很多人曾经觉得他也许应该当皇帝。只要允祀还在朝廷里，就会有人记得康熙当年不只有一个儿子能接班，雍正只是最后赢的人。这份记忆对任何新皇帝来说都不舒服。
一个失败的竞争者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失败以后，仍然有人觉得他本来应该赢。这就是允嗣最让雍正忌惮的地方，不是刀，不是兵，不是表面上的反叛，而是人心。人心这种东西平时看不见，可它比刀更难处理。刀可以收起来，人心不能。一个人被人记得，被人同情，被人暗中拿来和皇帝比较，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雍正4年，也就是1726年，事情终于走到了最后，允嗣被雍正正式严厉处置，他的王爵被夺，他的宗室身份被剥夺，他被圈禁起来。所谓圈禁，就是被关在指定地方，不能自由出入，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参与政务。对一个曾经被很多人推举为皇位人选的皇子来说，这已经是很重的惩罚。可是雍正还没有停，允嗣后来被改了名字，这个名字在后世经常被解释成带有侮辱意味的称呼。民间流传很多说法，有人说是猪，有人说是狗，有人说是待宰的东西。这些说法讲得很热闹，但真实的满语意思，学者之间一直有争议，所以老高不想把不确定的解释讲成事实。我们只要知道，雍正给允嗣改名，不是普通改名，这是要从身份上羞辱他。皇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只是钱，不只是王府，是姓氏，是血统，是宗室身份。雍正把这些一点一点拿走，等于告诉所有人，这个人不再是从前那个可以和皇帝并肩谈论国事的八阿哥，他不再是受人拥护的联亲王，他只是一个被皇帝彻底否定的人。这就是皇权最冷的地方，他不只要处理你的身体，还要处理你的名字，处理你的身份，处理别人以后怎么记得你。允嗣被关起来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死在雍正4年。从康熙晚年那个被许多人看好的皇子，到雍正朝被夺爵除名、圈禁致死，他的人生落差很大。有人觉得他冤，有人觉得他咎由自取。老高觉得这两种看法都只说到一部分。允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参与了皇位竞争，他经营关系，他身边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政治圈子，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会让皇帝不安。在康熙晚年，太子被废以后，他也没有完全远离储位问题。一个有野心的皇子想争取皇位，这在那个环境里并不奇怪，可这也是他必须承担的风险。因为皇位之争，输赢从来不只是输掉一个职位，输掉的人可能连一家人的命运都保不住。但雍正对允嗣的处置，也不只是因为允嗣做了什么，更因为雍正需要做什么。雍正需要让朝廷明白，康熙晚年那些围绕储位的关系，从今天开始必须结束。谁还想依附旧日的皇子关系？谁还想在宗室里另立忠心？谁还想把皇帝和别的皇子比较？都要小心。所以允嗣的结局是个人悲剧，也是政治清算。雍正不是只在处理一个弟弟，他是在处理一个时代留下来的影子。康熙活得太久，儿子太多，太子2次被废，朝廷里的人站来站去，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康熙去世就自动消失。雍正继位后，必须把这些旧账一笔一笔处理。允嗣是其中最大也最难处理的一笔。有人会问，雍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恨允嗣？他们是亲兄弟，年轻时关系到底怎样？今天很难完全知道。康熙在世时，兄弟之间表面当然要维持礼数，可一旦皇位摆在前面，亲情就变得很复杂。不是说他们从小一定就互相仇恨，而是当一群人都可能成为皇帝时，任何亲近都可能变成防备。你今天和我一起喝酒，明天也许就站在不同的队伍。你今天说支持我，明天可能为了保住自己转去支持别人。
皇宫里的兄弟比普通家庭的兄弟多了一层最难解的东西，那就是位置。家里只有一张最高的椅子，谁坐上去，其他人就都要低头。而且一旦有人坐上去，其他人过去离那张椅子有多近，就会变成一种罪。允嗣离那张椅子太近了，他曾经被很多人看好，他曾经是热门人选，他曾经有一群兄弟站在身边，这些事情即使后来没有成功，也不会自动消失。雍正坐上皇位后，看见允嗣很难只把他当成弟弟，他会想起康熙晚年的争夺，会想起大臣曾经推举过谁，会想起哪些人心里也许还不服，会想起皇位刚到手时的那些流言和猜疑，所以雍正不能真正放心。这也是为什么雍正不是立刻杀允嗣，而是先让他活着，先让他做事，先看谁还和他来往，先让他的力量一点一点被拿走，等到没有人能替他出头，等到朝廷已经习惯雍正的命令，等到允嗣不再是大家心里那个可以期待的人，最后才动手。这比一开始就杀掉一个人更难，也更冷，因为这不是一时生气，这是长时间的计算。很多人把雍正说成冷酷，从处理允嗣这件事看，他确实很冷，但这种冷不只是性格问题，也和皇帝的位置有关。坐到那个位置的人会慢慢明白，只要有另一个中心存在，自己的命令就不会完全稳。只要有人还在怀念过去的选择，自己的位置就不算真正安全。雍正最害怕的未必是允嗣本人，他害怕的是允嗣背后那种让人依附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八爷看起来没有兵，没有公开造反，却仍然危险。他像一面镜子，别人看着他会想起另一种可能，而皇帝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有人拿着镜子来比较谁更适合坐龙椅。不过老高觉得允嗣最悲哀的地方也在这里，他可能花了很多年学习怎样待人，怎样让大臣喜欢，怎样让兄弟信任，怎样在复杂的皇室里维持一个温和的形象。这些本来是他的优点，可在皇位竞争中，这些优点反而成了危险。他越会团结人，越像结党，他越有名望，越让皇帝戒备，他越让人觉得可靠，越证明他可能成为另一个中心。如果他完全没有能力，也许反而能平安过一生。可他偏偏有能力，偏偏有人愿意相信他，偏偏他又离皇位很近，这就是他的命运。一个人太平凡，没人注意；一个人太出色，也可能被人防备。尤其在皇宫里，你不能比皇帝更得人心，你不能让太多人觉得你比皇帝更适合，哪怕你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要争，别人替你说，也足够让你陷入危险。所以老高不太愿意把允嗣简单叫做失败者，他当然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皇帝，最后也失去了一切。可他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懂得人心的人，只是他不够明白皇权最深的规矩。在皇帝面前，所有人员都要有边界，一个臣子可以有朋友，一个皇子也可以有兄弟，但如果这些关系多到让人觉得你可以自成一派，那么不管你是不是想造反，皇帝都会先把你当成威胁。这不是允嗣一个人的悲剧，古代很多权臣、名将、宗室也都遇过同样的问题。你做得太差，皇帝嫌你没用；你做得太好，皇帝又怕你太强。站在高处的人，最难的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知道能力要用到哪里才不会越界。允嗣没有掌握住这个分寸，或者说在那个位置上他根本很难掌握，因为他一出生就是皇子，他不是普通大臣，他只要活着就有继承权的影子，他只要受欢迎，就会有人替他想得更多，他只要和兄弟走得近，就会被人看作结党，他想完全置身事外，也未必做得到。康熙晚年的皇子们
很多人都被卷进这场争斗。太子胤宠被两废两立，最后被长期幽禁。大阿哥胤宠也早早失去机会。14阿哥允宠呢，也曾经离皇位很近，后来被雍正严密看管。9阿哥允妃和10阿哥允，也因为和允嗣的关系落到不好的结局。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这是康熙后期整个皇室都绕不过的一场风暴。九子夺嫡这4个字听起来很热闹，好像是一出精彩大戏，可放到真实的人身上，一点儿也不热闹。每一个皇子都有家人，有妻子，有孩子，有府里人。一个人失势，后面很多人的命运都会变。允嗣最后被处置，不只是他一个人从高处落下来，他身边的亲友，他的旧人，他的孩子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历史里的皇位争夺没有真正轻松的赢家。雍正虽然赢了，可他继位以后也没有一天可以完全放松。他要面对朝廷里的旧势力，要面对兄弟们过去的关系，要面对外面的战事，要面对财政和官场的问题。他要不停证明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对的。有时候一个人越想证明自己，就越不能容忍别人提醒他，过去还有别的可能。允嗣对雍正来说就是那个最刺眼的提醒。他提醒雍正，你不是唯一被看好的人，你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选择的人，你能坐上这个位置，是康熙最后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未必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所以雍正必须让所有人明白，现在没有别的可能，只有一个皇帝，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条命令。这就是他花4年处理允嗣的真正原因，不是心软，不是忘了旧事，而是他知道太早动手容易让允嗣变成被同情的人，太晚动手又会让允嗣继续成为人心的寄托。他要等一个最适合的时候，等到自己的权力够稳，等到允嗣身边的人够少，等到朝廷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公开替允嗣说话，然后给出一个看起来合乎朝廷程序的处置。这就是古代权力的逻辑，先定罪，再夺爵，再除名，再圈禁。每一步都不是只针对一个人，每一步都在告诉所有旁观者，谁才是真正决定别人命运的人。讲到这里，老高也想说，历史人物有时最让人感叹的，不是他们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他们身上有一种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无奈。允嗣想被父亲认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这些心情很多人都能懂。有些人在家里总觉得自己不如兄弟姐妹受重视，有些人在工作上明明做得很多，却总觉得机会落到别人手里，有些人特别会照顾别人，最后却发现别人喜欢自己，不代表别人愿意把最重要的位置给自己。人缘好不一定等于命运好，能力强也不一定等于最后会赢。允嗣的一生就是这样，他有很多人支持，却没有得到父亲最后的选择。他有很强的关系网，却也因为这张网让新皇帝无法放心。他以为人心是力量，最后人心也是他的风险。这听起来很残酷，可现实里也常有类似的事。一个人太受欢迎，别人可能说他爱出风头；一个人太会表达，别人可能觉得他有野心；一个人太能干，上司可能担心他不好管。当然，普通人的生活和皇位争夺不能相比，但人心里的那种复杂其实差不多。没有人会只因为你好就永远放心你，尤其当你的能力可能影响到别人的位置时。所以人活着有时要懂得一件事，有能力是好事，有人缘也是好事，但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知道什么时候该进，知道什么时候该退，知道哪些话可以说，知道哪些力量不能太早摆在台面上。允嗣没有退路，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弟弟。雍正也没有退路，
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允许另一个皇子长期成为朝廷里的第二中心。这就是他们兄弟之间最悲哀的地方，不是一定有多深的私人仇恨，而是他们站的位置让他们不能彼此放心。一个人坐上皇位，另一个人就必须失去可能性。在这个规则下，兄弟情分很难保全。顺着这个思路再深一层，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东西。允嗣一生最擅长的是让人喜欢他，可他最不明白的恰恰也是这份喜欢在权力面前有多么脆弱。喜欢是一种情绪，权力是一种秩序，情绪可以流动，秩序却需要稳定。在普通日子里，流动的情绪能带来温暖和帮助，可到了关键时刻，秩序会要求所有人做选择，选择支持皇帝，还是选择支持那个被怀疑的人。当这个选择摆在面前时，过去再深的交情也可能被恐惧盖过去。所以允嗣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不一定是他们变了，也可能只是他们都想活下去。这就是权力对人心最残酷的加工，它会把关系变成筹码，把信任变成风险，把每一个靠近你的人都变成你潜在的弱点。允嗣不懂这一点吗？他未必完全不懂，只是他的位置让他没有办法。他一出生就在关系网的中心，所有人都看着他，都想靠近他。他如果拒绝，别人会觉得他孤傲；他如果接受，别人又觉得他在结党。他怎么做都不对。这就像一个在聚会上特别受欢迎的人，大家都想和他交朋友，可主办方突然说：“你们这么好，是不是想另办一场聚会？”他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太受欢迎了，就已经构成了冒犯。皇位面前，人心是最重的筹码，也是最锋利的刀。还有一层，老高也想提一提，允嗣和雍正的斗争，表面上是两个兄弟在争一个位子，可本质上是两种做事风格在较量。允嗣走的是广结善缘的路，他相信只要让更多人满意，自己的位置就会稳。这种想法在太平年代也许是可行的，可在皇位继承这样你死我活的事上，广结善缘的代价就是让皇帝看到你有太多盟友。雍正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更喜欢秩序，更喜欢明确，更喜欢让人知道规矩而不敢越界。所以他看允嗣那种满朝皆是朋友的方式，从心里就不放心。他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毫无目的地对所有人好，他更愿意相信每一次示好背后都藏着计算。这种认知上的鸿沟，让两人即使在同一个场合笑着说话，心里的距离也隔着一道墙。这不是谁更善良谁更狠毒的问题，而是两个人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养成了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然后被命运挤到了同一个赛道上。赛道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哲学也只能留下一个。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常常不是让最会做事的人赢，而是让最适应规则的人赢。而规则是皇帝定的，不是大臣选出来的。今天的人回看这段往事，很容易替允嗣惋惜，觉得他如果早一点认输，是不是就能保命？可老高想说的是，历史上的允嗣很难早一点认输，因为围绕他的人不一定都允许他认输。他身边那些兄弟、大臣、门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和期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允嗣身上。允嗣一旦说我不争了，这些人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被辜负？会不会转而投向别的阵营？会不会把他过去的努力全部清零？在一个以关系为力量的地方，想退下来，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允嗣的悲剧在于，他不仅被皇帝防着，也被自己那些追随者架着。他往前一步是危险，往后退一步是背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种处境，普通人其实也会遇到。一个人在公司里做到了一定位置，
手下有一群人跟着他做事。他想急流勇退，可团队的人不愿意散，上面的人又觉得他在养私兵，他左右为难，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历史里的允嗣就是这个被架在火上的人，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而是他所有的选择都需要付出极大代价。他选了那条看起来最体面的路，以为能靠温和和耐心熬过去，可权力场从来不奖励温和和耐心，他只奖励赢的欲望。老高有时候想，如果允嗣不是皇子，只是一个普通的聪明人，他大概会过得很好。他懂人情，知进退，会让身边的人觉得舒服，会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他偏偏生在了皇家，偏偏有一个那么强大的父亲，偏偏有那么多的兄弟。他最擅长的那些东西，在普通人那里是优点，在皇家反而成了罪状。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命好还是不好，不能只看他拿了一手什么牌，还要看他坐在哪张牌桌上。同样的牌，在普通的桌子上可能赢得很多，在权力的桌子上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允嗣就是那个拿了一手好牌却错上了牌桌的人。他没有办法选自己的牌桌，因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安排在皇家的赌局里了。他只能接牌，只能下注，只能拼命的打，直到输光为止。雍正也一样，他也没有办法选自己的牌桌，他只能加倍的防范，加倍的计算，最后坐上那个所有人都盯着的位置，然后发现高处一点都不温暖，只有孤独。夜深了，这一段关于兄弟、权力和人心的故事讲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歇了。老高今晚讲允嗣，不是因为他是谁，而是因为他的故事里藏着许多普通人也能看见的影子。我们这一生可能不会面对皇位，却总要面对选择，面对关系，面对别人怎么看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怎么守住分寸。允嗣教会我们的，不是要变成一个冷血的人，而是要知道光有善良和人气是不够的，还得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谁是真正决定你命运的人，哪些力量能碰，哪些力量不能碰。人缘好不等于命运好，能力强也不一定最后会赢，可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与人为善，不需要锤炼能力，我们只是要更清醒，更明白边界在哪里。有些竞争赢了不一定轻松，有些失去也不一定只怪自己不够好。人这一生能少一点比较，少一点把自己困在别人眼光里的执拗，已经是一种福气。愿您听完这段故事，心里能多一份平静，少一份焦虑，知道有些事急不得，有些人防不得，有些时候放一放，反而是最好的处理。愿您今夜安心，好好睡一觉，明早醒来，太阳照常升起，普通的日子里有普通的热气，那就是最好的福气。这里是老高听书，我是老高，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我们下个故事再见。